你的 AI 模型是不是还在靠环境重置，像玩游戏读档一样学习？这种方式在真实世界根本行不通。Skyfall AI 最近发布的 MRPHES 基准，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它是一个持久化的企业仿真平台，用来测试智能体在无重置、持续变化的真实业务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传统的强化学习基准，在每次任务结束后都会把环境重置回初始状态，这就像你每次犯错都能一键清除，根本不用为你的长期行为后果负责。MRPHES 基于大世界假说，模拟真实业务流程中的长期动态影响。你的每一次行动都会累积并真实影响未来的系统状态，没有回头路。更狠的是，它通过故障注入引擎和异步配置漂移控制器，制造了结构化的非静态性。这种变化跟你的模型训练节奏完全不同，不让模型没法靠训练周期来作弊，强制它真正去适应环境。为了模拟真实业务里的各种突发状况，Mayfair eSHE-T 的故障注入引擎提供了11种不同的故障类型，比如数据丢失、请求限速等等。干扰率可以从 5% 到 30% 不等，强度非常真实。评估模型不再只看累计奖励了， Mayfair eSHE-T 采用了一套6指标协议，包括适应速度、遗忘率和性能差距等。这套指标全面衡量模型在环境变化下的适应性和鲁棒性。实测发现 PPOR 这些经典强化学习算法在经历第一个任务后，适应能力就严重下降了。即使是微调过的千问3到14B 这类大模型，在无故障的理想情况下，最高也只能达到 0.50 的理论分值上限。这就揭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像 Gemini 3.1 Pro 这样的前沿大模型，仅仅依赖预训练知识，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结构化、动态演变的环境。它的性能瓶颈非常明显。MRPHES 还设计了一个双阶段流水线，先用 React 的大模型进行冷启动，打好基础，再进行 PPO 在线微调，这样就能清晰地看到模型的通用语言能力和实际业务适应能力之间到底有多少差距。未来强化学习的研究将不再只是追求累计奖励，而是会更聚焦在模型的适应速度和抗遗忘能力上。MRPHES 这种结构化非静态环境会成为评估大模型真实业务决策能力的新标尺。如果你是做生产调度或者供应链 AI 的同行， MRPHES 能帮你预判模型在突发流量冲击或规则演变下的鲁棒性。它能精准识别策略失效前的瓶颈，避免生产事故，但它不适合追求即时收敛的简单任务。你需要关注模型在环境参数漂移后的恢复时间，同时如何平衡在线学习能力和灾难性遗忘，是大模型在 MRHE E7AA-FAUAA-F 面前最大的开放问题。MRHE AARFAAF 面前告诉大家，模型在一段时期内看起来很稳定，可能只是它的固定策略凑巧没踩雷，而不是真的具备适应力。它迫使大家告别伪稳定，真正拥抱持续适应能力的挑战。